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嫁给富州的第一天，恶毒公婆就给我摆下马威。婆婆说他们家的规矩，儿媳妇不能上桌。公公在一旁附和，让我去厨房吃饭，说是这样可以给我积福，争取早点生个大胖小子给他们家传宗接代。笑死！什么年代了，还搞这封建迷信？还以为我是富州的前妻，事事都顺着他们。我抡起菜盘，直接就给他们俩脑袋上一人扣一个。拜托，该清醒了。当我直接把2盆菜分别扣到蒋月芬和傅兴国的头上的时候，我的丈夫傅周愣愣地朝我看了过来。他是个软弱的人，从小到大都活在父母的谩骂与厌恶之中，也活成了自卑的性子，不敢反驳他爸妈任何一句话。而他父母这么厌恶他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是一个哑巴。哑巴在他们眼里就是个残废，能把他养这么大都是恩赐，怎么可能会给他好脸色？蒋月芬脑袋上都是菜汤，顺着头发滴到了他的衣服上，几片菜叶子就挂在他的头发上。傅兴国的模样也比他好不了多少，两人还维持着拿着筷子夹菜的动作，一时间看上去有些滑稽。蒋月芬估计是没想到我会突然做这种事情，愣了足足有5秒，然后尖叫一声就要朝我扑过来。笑话，他能打得过我？我可是 A 城的散打冠军，像她这种的老太婆，我一下子打30个都不费劲。她也不掂量自己几斤几两，我一脚踹向她的膝盖，她腿一软，居然就这么直直地跪了下去。傅兴国大惊失色，连忙上前想要把蒋月芬扶起来，但我一个眼神看向他，他还是忌惮地停下脚步，毕竟他也不想落得和蒋月芬一个下场。姜软软，你反了天了，居然敢打婆婆！傅周，你愣着干嘛？赶紧管管你的老婆！哎呦，不行，我的腿好像断了。老伴，你赶紧打120！蒋月芬捂着腿，直接在地上撒起了泼。她从左边滚到右边，又从右边滚到左边，看上去腿好得很。这是她惯用的伎俩，在以前可谓是百试百灵。但那是在以前，现在我可不会惯着她。刚刚那一下我有分寸，只是让她尝尝苦头罢了，可伤不了这个弱不禁风的老太太。她在装给谁看？我直接坐到了椅子上，也不说话，冷笑一声，就看着蒋月芬自己闹。只是傅周看着我的眼睛亮亮的，让我有些不适应。毕竟今天也只是我嫁到他们家的第一天，既然你们不想吃饭，那就别吃了，少吃一顿可饿不死。还有，觉得我做的难吃，下次自己做，我可不会惯着你们。我刚说完，蒋月芬就躺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你这个恶媳妇，怎么会有人这么对待公公婆婆的？我要去告诉邻居，让他们看看你心思有多么险恶。你这是欺负人！傅兴国也脸颊气得通红，就像个猴屁股一样。我一不小心笑出声，惹得两人更加愤怒。你有本事就去说呀，我可无所谓。毕竟我可不会像周茵一样脾气那么好。周茵是我丈夫的前妻，和我丈夫结婚8年，就被蒋月芬和傅兴国欺负了8年，小则动嘴侮辱，大则伸手打骂，完全不把她当个儿媳妇对待。周茵就像是伺候这2个人的仆人一样。哦，不对，仆人还有工资，周茵没有，周茵还要可怜些。傅周当时有份工作，平日里不常回家，而蒋月芬和傅兴国更是看中了这一点，经常对周茵动手。周茵性子温软，脾气好，自然不可能还手，但这换来的是这一对夫妻的变本加厉。所以周茵身上的衣服下边几乎都是伤痕，甚至还患上了抑郁症。
最后硬生生地被这一对夫妻逼得和傅周离婚了，而傅周的人生也被这一对夫妻牢牢把控在手里。而娶我，只是因为我是个孤儿，不要彩礼、便宜。他们两个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我生一个有他们血缘的孙子，传宗接代。毕竟周殷只生了一个女儿罢了，女孩子在他们眼里，怎么配得上传宗接代这4个神圣的大字呢？至于我为什么了解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我是一个穿书者。没错，这个世界就是一本书，而书中的主角就是周殷生下来的那个女儿傅江熙。她是一个天才，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天才。只可惜生在了这么一个奇葩的家庭。周殷离婚的时候没有带上她，只是因为她的身上也有傅家的血脉，这让周殷极度厌恶，所以母亲就抛弃了她的孩子。傅江熙智商极高，可从来都不受重视，她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打骂中度过的。在她成年的那个晚上，被蒋岳芬和傅兴国卖给了一家会所，做了个公主，仅仅是为了3万块钱。后来傅江熙一把火烧死了傅家所有的人，自己也跳楼自杀了。他可以有千种万种的手段杀了他们，不留痕迹，可傅江熙却选择了最直接的一种，只因为在他灰暗的人生里从来都没有过一束光。他对活着早就已经没有了期待，还不如所有人都陪着他进地狱算了。而我穿成的就是这位傅江熙的继母，傅周的第2任妻子江软软。说实话，我并不同情傅江熙，因为他对我来说也仅仅只是一个陌生人。但蒋岳芬和傅兴国却真的惹怒了我，结婚第1天就给我下马威，这当我是个软柿子。我向来脾气不好，也向来睚眦必报，所以我便想帮傅江熙一把。傅周端着几个盘子去洗碗，而我直接回了房间，多看这一对奇葩公婆一眼都是对我眼睛的侮辱。关了房门，我依旧能清晰地听到蒋岳芬的哭嚎，吵得我头疼。啪！傅兴国狠狠地扇了蒋岳芬一巴掌。哭哭哭，就知道哭，你到外边去哭，吵得老子头都痛了。傅兴国平日里也少不了对蒋岳芬动手，只是先前有周殷在，替蒋岳芬分走了不少火力，现在周殷一走，我看上去又不好惹，所以傅兴国的火气便加倍放到了蒋岳芬的身上。蒋岳芬捂着脸，脸上眼泪鼻涕呼了一眼，看上去有些恶心，但倒是不再大声嚎哭了，这也算是落了个清静。我在房间没待多久，傅周便开门进来了，他的手因为刚刚洗过碗，还是湿的。傅周的手型其实很好看，但现在上面布满了冻疮，显得有些狰狞可怖。我不由想起傅兴国白白胖胖的手。软软，你刚刚真厉害。傅周在手机上打下这几个字，他半蹲下来，把手机递到了我的眼前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，就像是我以前养的一只小狗。他的外貌清秀，单单是看脸，一点都看不出来是30岁的人了。不愧是女主的父亲，长得还不错。傅周，我靠近他，轻声问：我这么对你的父母，你不生气吗？傅周愣了愣，然后摇头：是了，30年都把他当个垃圾来看，随意羞辱打骂。就算是以前真的有对父母的期待与爱意，但30年早就被耗尽了。我朝他笑了笑，时间快到了，傅江熙快放学了，作为一个合格的母亲，我该去接他回家。傅江熙今年7岁，刚上小学。我第一眼见她的时候，完全没有认出来，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孩，居然就是这本书的女主角。光看身形，这女孩最多4、5岁的样子，身上穿的衣服都褪色了，大概是穿了好久的样子。也是，傅家的人
怎么会舍得花钱给个女孩买新衣服？只是他那双眼睛明亮透彻，闪着不属于这个年纪的光。他一眼就看见了站在校门口的我和傅周。我看见他提着书包的手紧了一下，然后犹豫着朝我们俩走过来。爸，江阿姨。他咬着唇，低下了头，声音很轻。我能看见他参差的头发，就像是被锐物割断的一样。校园暴力，我脑海中猛然冒出来这几个字。傅周也看见了，他比划着问傅江西怎么回事。傅江西只看了一眼，就明白了傅周的意思，只是他没像我想象中的那样哭哭啼啼地寻求安慰，反倒是无所谓地摇了摇头。没事，你别担心。傅周见傅江西不愿意与他说，顿时泄了气。他敏感地认为是傅江西觉得自己没用，所以才不和他说。我叹了口气，将手轻轻覆盖上傅周的肩膀，轻捏了下，算是安慰，然后微低下身，看向傅江西。若是受了欺负，你大可以回报回去，他们怎么对你，你就怎么对他们，有我和你爸给你撑腰。傅江西突然抬头看我，我想做什么都可以吗？江阿姨。我点了点她皱起的眉，笑道，当然，我们小江西可不能受欺负，我相信小江西会有办法的，是吗？接着我朝他笑笑，然后拉起了他的小手，走吧，我请你们两个到外面去吃饭。傅江西垂下眼，但回握住我的手。等我们三个吃完饭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9点了。我一开门就看见了蒋月芬搬了张椅子坐到门口，敲着二郎腿在嗑瓜子，瓜子皮扔了一地，想必是坐在这里很久了。这满地的狼藉，是故意让我看了糟心吗？他看见我们三个就冷笑一声，酸溜溜地开口，这么晚回来，饭也不做，这是想饿死我们吗？等视线落到傅江西身上的时候，蒋月芬猛吸一口冷气，尖叫道，你们是钱多的没处花吗？居然敢给这个丫头片子买新衣服穿，赶紧给我脱下来，明天去退了，这不是浪费钱吗？她冲到我们面前，伸手就想把我刚刚买给傅江西的新衣服剥下来。傅江西还是个孩子，虽然从小到大这种场面他见过无数次，但看着张牙舞爪向他扑过来的蒋月芬时，还是忍不住白了一张脸。这是他多年的噩梦，那我今天便来打碎他。蒋月芬的手还没碰到傅江西，便被我轻轻松松地捉住了。我一使劲，他就哎呦哎呦地叫唤起来，儿媳妇，儿媳妇，你松手，我的手要断了。蒋月芬连连向我求饶，衣服是我买的，你有本事朝我来，别盯着他们两个闹，要是再被我看到一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蒋月芬的面容逐渐变得惊恐起来，她连连点头，就怕我要给她点颜色看看。我松开了手，朝她道，向你孙女道歉吧。蒋月芬苦着脸，但还是不情不愿地朝傅江西道了歉。傅江西站在我的身后，没说一句话，只是今天蒋月芬怎么这么听话？我隐隐约约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，但一下子又说不上来。我进到客厅，便见到了在摆弄手机的傅兴国。他一看见我，就慌忙地把手机合上，不知道在搞什么鬼。但我想一定没什么好事，既然他们俩想搞事情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反正我有的是精力，慢慢陪你们两号。我朝傅兴国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笑，直笑得他毛骨悚然。然后就看见他拿着手机，仿佛被什么追赶一样，匆匆进了卧室。兴国，这样能行吗？蒋月芬捂着被弄痛的手腕，也进了卧室。他都要爬到咱们两个头上来了，不给他点颜色看看，我看他马上就要翻天了。傅兴国恶狠狠地说道，你放心，妮妮都安排好了，江软软那个贱货，我倒是要看看
他还笑不笑得出来？这2日我总觉得有些奇怪，周围人不少人总是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我，而且不少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。这种时时刻刻都被人盯着的感觉让我极度不适应。我猜测是和蒋月芬与傅兴国有关，但我也不知道原因。直到我有一次去接傅江西的时候，一个男孩指着我大叫：“他就是新闻上的那个恶媳妇，妈妈你看，是不是他？”牵着那男孩的母亲看见我，嫌恶地后退了些，仿佛我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一样。那小孩的话一出来，周围不少家长都开始偷偷看我了。我终于知道，我的好婆婆和好公公居然把事实颠倒是非发到了网上。我平日里很少玩手机，所以压根不知道视频里我经过恶意剪辑，无故对蒋月芬动手，甚至还逼迫她道歉。这个场景很眼熟，是在我带傅江西和傅周出去吃饭回来的那天偷偷拍摄的。我想起偷偷摸摸摆弄手机的傅兴国，心中有了大概的猜测。视频中的蒋月芬瘦瘦弱弱，低着脑袋，就像是受尽了天大的委屈，弱小又无助，脸颊旁鲜红的指印就像是在无声地控诉着我滔天的罪行。而网友也会理所应当地认为他脸上的巴掌印是我打的，他们一个个都化身为键盘侠，评论区都是对我的咒骂。虽然真正的凶手是傅兴国，可没有人在乎。我一下子落到了千夫所指的地步，我心底无理由地涌出来一股兴奋。我舔了舔唇，看向小江西：“江阿姨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我还没回答，手机便收到了一条消息，消息的发送人是我的丈夫傅周。你先别回家。消息很短，就这么几个字，连原因都没说。看样子傅周是遇见了什么麻烦事。我想我这一对公婆或许在家里给我找了什么更大的麻烦，就等着我回去了。我总归是要回去的，但我不能空手回去，总得给他们带点见面礼吧。当我拉着小江西推开家门的时候，一眼就发现家里密密麻麻地坐了人，还有不少摄像机，而蒋月芬和傅兴国就作为主角坐在最中间，还在一个劲地说我的坏话，把我描述成一个经常打骂他们的十恶不赦的恶人。而傅周身旁也围绕着好几个记者，可是那些记者问再多，他也只是指指自己的喉咙，示意自己是个哑巴，说不了话。然后尽管那些记者问再多我的事情，他也一概不回答，直接摆烂，倒是和蒋月芬和傅兴国那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我开门的声音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，傅周瞪大眼睛看着我，似乎不明白为什么他明明给我提前发过消息了，但我还是回来了。我安抚地朝他笑笑，然后牵着小江西走了进来。我就仿佛像是一个开关一样，蒋月芬一看见我便开始哭起来。那些记者一部分安慰她，一部分急不可耐地拿着摄像头冲到我的面前，话筒几乎要触碰到我的唇。下一秒，那些口齿伶俐的记者便向我开炮：“江姑娘，听你婆婆和我们说，你一直在家里虐待她，甚至还打她，真的有这一回事吗？江姑娘，你有没有从自身找问题？听说你还让你老公帮着你对付你公婆，真的有这回事吗？这个小朋友是你丈夫前妻的女儿吧？小朋友，告诉叔叔，这个江阿姨平常对你怎么样啊？”他们就像是嗡嗡的苍蝇，吵得我头疼。我视线逐渐冷下来，感到小江西的不安，我便把他藏到了我的身后，就单单听信蒋月芬和傅兴国的一面之词。亏你们还是记者呢！我暴毙看着他们，蒋月芬和傅兴国就是怎么和你说我的？你们没有脑子，那就这么报道算了。我话说完，
就趁他们面面相觑的功夫，拉着小江西把他塞进了卧室。大人处理事情，小孩子还是不要看得好。那些记者倒也不是拎不清的人，听到我的回答，便立马就猜到这件事情还有隐情，他们的情绪更加激动。要是事情还有转折，这新闻岂不是能大爆？蒋月芬一看情况不对，立马又抹了一把眼泪。软软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，但你也不能污蔑我们吧？我们说的难道不是实话吗？我直接在沙发上和他面对面坐下。你尽管哭，但这可不是谁哭谁就有理的。还有，我可不是不喜欢你们，我是巴不得你俩立刻去死。我纤玉指轻点了他们两个，我看见他们俩脸色发白。旁边的记者连忙拦住我：“江姑娘，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。”我打断他：“他们又不是我爹娘，有什么不对？再说了，网上那段视频，他们经过恶意剪辑发上去，就没有想想会对我造成什么后果吗？”我眼眶一红，就开始假哭：“我们名声全被他们毁了！”呜呜呜呜呜！所有人都没料到我的情绪变化这么大，上一秒还在威胁他们，下一秒却开始嚎啕大哭，一时间被我弄得措手不及。傅周信以为真，担忧地走过来查看我的情况。我透过指缝偷偷地朝他眨了眨眼，傅周就愣在原地。站在傅兴国旁边的女人大怒：“什么叫做恶意剪辑？江软软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，污蔑我爸妈。哦，这位就是傅周的妹妹傅香妮，也是制作那个视频的人。”蒋月芬和傅兴国立刻换上满脸怒意，就像是我毁了他们的清白。那些记者两边都看看，一时不知道该信哪边。我抬起头，晃了晃手机：“那要不要看看监控？监控可不能骗人吧？你居然敢在家里装监控，你要反了天是吧？”他们三人没料到我居然会在家里装监控，都瞪大了眼睛，看样子恨不得把我给吃了，脸上的表情一个胜一个的精彩。要是送他们去变脸比赛，肯定是冠军。对呀，走廊一个，客厅一个，厨房一个，一共3个呢。为了防止这几个奇葩做奇葩事，我早就准备好了，装了这么多监控，360度无死角。没想到还真的给用上了。我捂着嘴笑了2声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看看监控再说吧，是吧？我亲爱的婆婆和公公，看我不整死你们！傅兴国3人死活不愿意看监控，说这是他们的隐私，不能给别人看见。他们的目的很清晰，要是这监控一出来，那他们给我设的局不就彻底露馅了吗？那我无事一身轻，他们的名声可不就臭了吗？那可是万万不行的。我理了下头发，装作无意地问道：“那你们把我的视频发到网上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，那或许是我的隐私呢？”一时间没人说话。那些记者看见这3人的态度，顿时也意识到了这3个人的把戏，也意识到了我才是真正的受害者。我身旁的记者压低了声音，让我放心，说是他们电视台会帮我解决网络上的那些事情。我也做了一个顺水人情，把那监控录像给了他一份。谁叫我天性善良？虽然恶媳妇这个主题做不成，但完全可以换个主题嘛。我觉得恶公公和恶婆婆就可以，要不就是奇葩一家人。这收视率不是嘎嘎上升，我真的是瞎了眼了。让我儿子娶你做媳妇，呜呜呜呜呜！你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人啊！我不活了！呜呜呜呜！蒋月芬眼看着事情败露，直接开哭。傅香妮想上手来抢我的手机，却被好几个记者拦开。好新闻可是绝对不能毁的呢！这下子那些记者全都站到了我这一边。傅兴国扳着一张脸：“我们家真的是倒了大霉了，你就不能和周英学学吗？她才是个好媳妇。
我拍了拍手，说的真不错，然后向门外喊道：“周音小姐姐，快出来吧！你前公公居然在夸你矮，是不是超级稀奇？嘿嘿，没想到吧？”我把周音叫过来了。等门口出现一个穿着小白裙的姑娘时，蒋月芬和傅兴国立刻就呆住了，他们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可比变脸都好看。周音朝我点了点头，我笑着催促蒋月芬：“快去呀，她不是你的好媳妇吗？这么久不见面，也不去打个招呼。”蒋月芬恍然大悟一般，浑浑噩噩地走上前。只是还没靠近周音，周音便皱眉后退了一步。蒋月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她也没看见周音眼中的厌恶，还是舔着脸一步步朝周音靠近。好孩子，妈错了，妈让傅周马上去和江软软离婚，你回来吧，好吗？妈想你了。蒋月芬说的情真意切，真的像是一个为儿媳妇全心全意考虑的好婆婆。她甚至眼中还被她自己逼出来了一点泪花，周音却已经受够了她这一套。她知道这一切都只是蒋月芬做出来的表面功夫，她直接甩开蒋月芬的手，面色冷硬，但终究还是性格软了些，没说出什么话来。蒋月芬就是吃准了她这一点，又想上去拽周音，我低咳了一下，她就不敢上前，反而忌惮地看了我一眼。蒋月芬，现在我和你儿子已经离婚了，请你不要动手动脚。周音开口，我看见蒋月芬眼中一闪而过的诧异，然后就听见傅兴国在我身后愤愤地开口：“周音，就算是你已经离婚了，那我们也算是你的长辈，你看看你的态度，那是对长辈的态度吗？”他的语气严厉，仿佛是理所应当。是啊，周音伺候了他们8年，或许在他们心里，早就把周音当做一个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仆人了。仆人就应该一辈子都不能反驳他们。我饶有兴趣地开口，想让他回来，可人家不愿意。你们那8年对他做了什么？想必2位心知肚明吧。蒋月芬和傅兴国对视一眼，眼中有些心虚，一个人都没说话。他们并不知道我把周音带过来的目的。周音脱下外套，便露出来了满身陈年的伤疤，有烫伤，有割伤，大大小小，密密麻麻遍布在她雪白的肌肤上，甚至有些疤痕增生，就像是一条条扭曲狰狞的蚯蚓，看上去很恐怖。她的身体虽然有些小小的发抖，但眼神却十分坚定。周音脱下外套的那一瞬间，周围的记者便惊呼出声。周音长呼一口气，这些伤痕都是拜我前公婆所赐。没错，我带周音过来，便是想让这对夫妻成为众矢之的。我看见那些记者的脸上都流露出了同情，无数的摄像头对准了周音，而蒋月芬和傅兴国终于开始惊慌起来了。说实话，当初我去找周音的时候，其实没想让他亲自前来，毕竟我也不想让他再次回到这个折磨了他8年的牢笼。我只是想让周音录个像，把蒋月芬和傅兴国对他的恶行全部记录下来。但等我说明来意之后，周音几乎是立刻答应我，并且表示想和我一道来。我犹豫了一会，周音那时低声问我：“我女儿她还好吗？”听见这话，我就知道她这些日子并没有完全不管她的孩子，她还是惦记着江西。所以周音便和我一起回到了这里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揭开了她的伤疤，揭露了傅兴国与蒋月芬的恶行。等那些记者走后，蒋月芬和傅兴国也被记者偷偷报警喊来的警察带走了。一同带走的还有周音。这件事情往小了说就是家暴，往大了说就是故意伤人，但无论哪种情况，2人的牢狱之灾都逃不掉了。
原本我是只想送他们进监狱的，也要感谢他们自己找了那么多记者，这下好了，顺便也丢了脸。警察带着周茵前往医院去做伤情鉴定，那对夫妻怎么也没想到，这个软弱的儿媳居然会站出来揭露他们。即使他们两个已经70多岁了，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就算他们再哭再闹也没办法，周茵也不会选择谅解他们，他们该得到应有的惩罚。那些他们对周茵的恶行，周茵全都一点点偷偷保存了下来，就等这一天。等蒋月芬和傅兴国进了局子里之后，傅香妮安稳了一段时间，我差点都要以为她不会出手了。再次见到傅香妮是在我带着傅周从医院回来的路上。傅周并不是个天生的哑巴，只是一场高烧引起的。我想带他去医院看看，说不定能治好。只不过在回来的路上，我们便被傅香妮拦了下来。当然，不仅仅是傅香妮，还有他带来的一群小混混。傅周神色有些戒备，他想把我拉到他的时候，却没拉动。我看向一脸得意的傅香妮，轻声道：“你这是打算做什么？”傅香妮冷哼一声：“你个贱人，把我爸妈都弄到局子里面去了。不过我这件事暂时不追究，但是你们住的那间房子得让出来，那是我爸妈的房子，按理来说就是我的。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你们要是不听话，我雇来的人可不会手下留情，这是来争财产来了。”傅香妮，买那房子的钱可一大半都是傅周出的，你这么强抢，怕是不合适吧？我故意激怒他，想让他动手。傅香妮恐怕和他爸妈一样，都是个法盲，光天化日，朗朗乾坤，就雇佣了一帮黑社会和我们动手，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吗？更别提现在还是扫黑除恶风气最盛的时候了，他这是自己把自己往火坑里面推呀。傅香妮没有让我失望，他成功被我激怒，直接就吩咐那些小混混朝我动手。我按了下手指，上前2步。好久都没和人打过了，手确实有些痒。怎么说，我穿过来之前都是我们那个世界的散打冠军，正好这些人给我练练手。在傅香妮震惊的目光中，我一个个把那些小混混打趴下了，他们都躺在地上哀嚎。傅香妮见情况不对，正欲转身想跑，却被我从身后勾住了衣角。走吧，去公安局吧。刚刚他威胁我们，以及雇人伤害我们的全部过程，可都被我在暗中都录了下来。我这可算是正当防卫，正好送他进局子里去陪陪他爸妈。哦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那间房子的房产证上的房主可早就写了傅周的名字，这可是你爸妈亲自安排的哦。傅香妮瞪大了眼睛，一脸不敢置信。我对傅江西的这副表情很满意，就算傅周是个哑巴，那又怎么样？但他毕竟是个男人。蒋月芬和傅兴国哪怕再看不起这个儿子，最后还是把这套房子留给了傅周。毕竟在他们的观念里面，只有儿子才能传宗接代，他傅香妮算什么东西？还轮得到他？傅香妮一个子都没捞到。我看着他的表情变得狰狞起来，有点想笑。不如你亲自去监狱里问个清楚吧，在监狱里边狗咬狗，我还是很期待的。雇凶杀人，证据确凿，傅香妮直接就被关进了监狱。当时我在场，3个人狗咬狗，一时间监狱里骂声齐飞，3人扭打成一团，连狱警几乎都分不开。我看得直乐，直接就把这3人的丑态拍了下来，顺手也给周茵发了一份，算是留作纪念。傅周从始至终都乖乖地跟着我，哪怕他的父母和妹妹不断地辱骂他，他也只当是没听见。出了监狱之后，我手机铃声响起，是小江西的班主任。
傅周不会说话，所以傅江西当时填的只有我的电话号码。江西妈妈吗？你女儿打人了，你赶紧来学校里一趟。班主任语气厌烦。通过手机，我能听到电话那头嘈杂的声音，尤其是一个女生对我的女儿咄咄逼人。我听见她在电话那头骂我的女儿，说她是没人要的小婊子，这我怎么能忍？当我和傅周闯到办公室的时候，就看见一个女人用尖指甲指着小江西，一口一声小贱货。旁边站着一个和小江西差不多大的男孩，眼睛肿了老大一块，眼眶红彤彤的。傅江西的身上又出现了不少新伤痕，但他在笑，他看上去心情很好。我一进办公室，所有人便都看向我。那中年女人冲到我面前，气急败坏：“你女儿打了我的儿子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旁边的老师一个都不说话，包括把我叫来的班主任。看样子他们都不想趟这趟浑水。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验伤呗。那小男孩看起来很害怕。我不知道小江西用了什么办法，但确实有效。看样子他是一辈子都不敢再和小江西动手了。验伤，行，我们走。那女人说着就要去拽小江西，傅周上前便将小江西护在了身后。这位太太，你急什么？你家孩子似乎不太愿意去。我暴毙有些好笑。再说了，我家江西伤的可比你孩子重多了。那女人这才想到自家儿子做的混账事，可她还在替自家的宝贝儿子辩解。只是她也知道验伤是不可能去了，去的话怕是她还得赔我们钱，但这口气实在是咽不下去。而小江西又被傅周护在身后，于是他的主意就打到了我的身上。他拽着他儿子打算出门，靠近我的时候便向我甩出了一个大嘴巴子。哈，想打我也不看看我是谁。我避开他的手，看准了他的穴位，连打了他好几下。我可是专业人士，按这几个穴位打，就算是被送去验伤也一点事都没，但人会感到剧痛无比。我可不会因为这种人把我自己送进去。再说了，我打之前可都看好了，办公室的监控可清清楚楚照着我们这呢。我这也只是正当防卫。那女人一边躺在地上哀嚎，一边嘶吼：“报警！报警！哎呦啊，看起来好狼狈。”那女人被送去验伤，结果自己啥事都没有，反而赔了我家小江西一大笔钱，还挨了警察好一顿批。最后从医院出来的时候，脸都是白的，也没再赶来找事。我给小江西重新找了个好学校，当然没忘记在走之前把江西175分的 IQ 测试成绩扔到了他班主任和校长的桌子上。有没有用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带着傅江西去办手续的时候，校长的表情几乎想把班主任活剥了一样。我知道这个校长想在自己学校找一个天才已经很久了，而傅江西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个，也很有可能是最后一个。可惜我们走了呢，傅家3人都进了监狱之后，我们的生活终于安定了下来。傅周找了一份工作，虽然工资不高，但很清闲，他有足够的时间慢慢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。他终于摆脱了父母，能按自己的想法活着。我去了一家散打俱乐部当教练，不仅能打人，还能赚钱。傅江西被我养得很好，他凭借着聪明的脑袋一路跳级到了初中。若不是我担心他年纪太小，他怕是连高中都跳完了。这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人，怪不得是女主。我很期待她长大，她就应该站在人类的顶峰，而不是因为一堆糟心事赔上了自己。我把傅江西的情况告诉周茵，周茵才终于放下这口气。周茵一直惦记着傅江西，这点我很清楚。
只是他一直不敢前来看赴江西，毕竟他曾经抛弃过江西，他害怕江西怨恨他，所以选择了逃避。但我觉得江西似乎已经原谅他了。等过段日子，我便在顺水推舟，让他们两个见面。所有的事情都在往好的地方发展，事实本就应该如此，不是吗？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儿子3年不回家过年，我发了条朋友圈。第二天，儿子连夜冒雪赶回。我叫秦淑珍，今年70岁，河北石家庄人，是工厂的一名退休工人。老伴比我大3岁，年轻时曾在建筑工地干活，现在老了，早已干不动了。再说，身体也一日不如一日了，吃药看病是家常便饭。人生70古来稀，人一旦步入70岁，真的感觉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，将要入土，盖棺定论了，心里难免涌上一些恐慌和不安。我有1儿1女，他们都已成家，女儿嫁到了广州，离我有1000多公里。自从女儿出嫁后，我们之间的交流方式就是电话和微信，因为离得实在太远，一路上舟车劳顿的，实在是不方便。这些年来，我和老伴仅仅去过女儿家1次。记得那时，我们先坐火车到省城，然后从省城坐了整整6个小时的飞机，下了飞机又坐了2个小时的高铁才到。到了女儿家，我早已晕车，晕得不省人事了，睡了整整3天才缓过劲来。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。而女儿女婿呢，由于工作忙，几乎很少回来看我们。但是女儿也算孝顺，有时会给我们老两口打钱，每次都是2000到5000不等，也经常给我们邮寄广东那边的土特产和水果。这也成为我向别人炫耀的资本。每每看到别人投来的羡慕的眼光，我内心满足极了，但是心里也难免孤独。人老了，总希望儿女们能陪在自己身边，唠唠家常，说说心里话。儿子呢，住在北京，离得还比较近点，开车2-3个小时就到家了。但是让我们心寒的是，一年到头，儿子却很少回来看我们，偶尔回来1次，也是需要在老家办事之类的。之所以儿子儿媳妇对我们这么冷漠，是因为当年我没有帮他们照顾孩子。大孙女出生那年，我还在工厂上班，虽然不是正式员工，但是这毕竟是一份工作，也算是有一份自己的收入吧。当年儿子和儿媳妇却逼迫我辞职，去北京帮他们带孩子。我没有同意，因为我已经是50好几的人了。如果把这份工作辞了，再过几年找工作，哪个单位会要我呢？我又有什么价值呢？最主要是，我们老两口农村人，文化水平不高，自从结婚后，一直靠苦力挣钱，最后好不容易把2个孩子拉扯大，让他们读了大学，出来有了工作，也都成了家，也算是把自己的心意了。可是手里面却没攒下几个钱。我们知道孩子们的生活压力也不小，不想给他们添麻烦，所以想着趁自己身体还能动，多赚点钱，将来好养老。没想到我的拒绝却彻底惹怒了儿子和儿媳妇。儿媳妇甚至放出了狠话，他们夫妻俩以后一定不会给我们养老。我听了简直要气晕过去。最后我和老伴商量，拿出我们手里仅有的4万块钱，让儿媳妇雇佣一个保姆，这事才算了结。6年前，儿媳妇又生了2胎，也是个女儿。我本来是打算主动请缨过去伺候的，然而就在同一年，老伴却得了类风湿病，整个腰部和2条腿都疼得走不了路，身边时刻离不开人。没想到儿媳妇竟然说老伴是在装病，用一种阴阳怪气的口气说：“真是巧了，
怎么每次让照顾孩子，就这事那事的出来了？你们是算好日子了吗？”听到这话，我简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但还是耐着性子，用极其温和的语气说：“儿媳妇，你千万不要这样说，人老了，病说来就来了，谁都预料不到，这是我们无法决定的事。这样吧，你要不把二孙女带回老家，我可以帮你带，这样我也能兼顾家里，你觉得呢？”可是儿媳妇却不领情，说我这简直就是在说笑话，说他们想孩子了怎么办？总不能一趟一趟的往回跑吧，那样每天都累死了。看到儿媳妇的态度如此强硬，我也就不多说什么了，毕竟老伴的身体要紧，至于孩子的事，他们自己想办法吧。从那之后，儿子和儿媳妇对我们老两口的态度就更加冷淡了，除了偶尔打个电话问候一下，其余时间就像消失了一样。说实话，对于儿媳妇的不理解，我不是特别在意。让我伤心的是，儿子自始至终都和媳妇站在一边，从来没有为我们老两口考虑一下。虽然他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，一直保持沉默，但是我能很敏感地感觉到，他心里对我们有很深的不满和怨恨。去年一整年，老伴的身体一直很虚弱，各种病不断，除了腰腿疼，还有三高，老是感觉头晕。除此之外，又得了肺气肿，老是提不上气来，有时在家里走上几圈，都得大口大口地喘气。每当这个时候，老伴总会说些消极的话，说他的时日也许不多了。他离开后，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？如果不把我的晚年安排妥当，他会死不瞑目的。每每听到这话，我总是不由得暗自伤神，似乎看到了自己凄惨孤独的晚年。临近年关，老伴就一直念叨着，想让儿子一家回来过年。我仔细一想，儿子一家已经整整3年没有回家和我们过个团圆年了。大孙女上了初中，二孙女上了小学，他们现在应该长高了吗？我时刻都在想念着他们。于是我们就给儿子打电话，前前后后打了不下10次，可是儿子每次都是以工作太忙、单位不放假等理由拒绝。我知道儿子这是在故意惩罚我们，怨恨我之前没有帮他看孩子，现在你们老了，想让我们回去看你们，没门。腊月28，我明知道儿子一家不会回来了，但是还是硬着头皮给儿子打了电话。谁知儿子还是和之前一样的态度，很强硬，很决绝，说今年事情多，回不去了，等明年吧。听后，我心里一阵失望，委屈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。晚上躺在床上，我辗转反侧睡不着觉，心里憋闷得很。都说养儿防老，我养的儿子呢，不仅不会给我们养老，还一点都不理解我们，甚至把我们当成他的仇人。生这样的儿子有何用？简直是悲哀。正在这时，我忽然想到了我的另一套房子，在另一个小区，离我家隔2条马路。那套房子是7年前我给儿子小2口买的，当时买的时候是毛坯房，后来我和老伴又利用大半年的时间，请了装修队一点一滴地把它装修好，除去我们的辛苦费，算下来花了30多万。可以说，这套房子倾注了我们老2口太多的心血。这套房子自从收拾好，就一直空在那里。我从来没有想过卖，更没有出租，就是希望儿子一家3口不忙的时候能随时回来陪陪我们老2口，了却我们的相思之苦。没想到年复一年，儿媳妇的态度和做法令我们心灰意冷。说实话，我早已想把房子收回来了，只是一直下不了决心。因为2年前，一位邻居就告诉我，那个小区的房价都已经升值了，劝我早点卖掉。
一定能卖个好价钱。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把这话放在心上。现在我忽然想起了此事。是啊，我和老伴都一把年纪了，唯一的资产就是那套房子了吧？还是早点把房子卖掉，手里有钱了，到时我们老两口好安度晚年。于是我拿起手机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意思是本人有一套房子想出售，有意者可以和我联系，最后附上我的手机号码。朋友圈发出去之后，我也没当一回事。第二天一整天，我把手机放在一边，然后忙着打扫家，准备年货，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。到了晚上，吃过晚饭，我躺在床上休息时，才有空拿起手机，一看，把我吓了一大跳。原来是儿子的未接电话，以前一年都给我打不了5次，今天一整天时间，竟然给我打了整整20个电话。我拿起手机，刚要回过去，想问问有什么事，可是看看时间，都已经是晚上11点了，还是算了吧，等明天早上再说吧。迷迷糊糊中，我睡着了。忽然听到楼下似乎有车喇叭的声音，我心想，谁这大半夜的在按车喇叭呢？5分钟后，听到门铃在响，一声接着一声，我赶紧披了件衣服出去开门。打开门一看，竟然惊呆了，原来是儿子一家回来了。此时，儿子、儿媳妇笑脸盈盈地站在门口，叫了我们一声爸妈。2个孙女也长大了，跑到我和老伴跟前，甜甜地叫着爷爷、奶奶。我以为自己在做梦，于是拼命地揉了揉眼睛，确定是真的后，激动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只听儿子说，他们一大早就出发了，可惜下大雪，路上一直堵车，所以才到。现在外面还下着鹅毛大雪呢。儿子这么一说，我才掀开窗帘往外看了看，真的，外面早已是白茫茫的一片了。坐定之后，儿子似乎欲言又止，我看穿了儿子的心思，就对他说：“儿子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，在我们面前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”只见儿子挠了挠头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，是不是要把给他们买的那套房子卖掉？我点了点头。儿子立刻提高嗓音说：“爸妈，我求你们了，千万不要卖掉，那是您二老留给我的，怎么忍心卖掉？我知道以前是我们做的不对，伤了您二老的心。你们放心，以后每年我们一家4口都会回来和你们一起过年的。”这时，一向跟我们势不两立的儿媳妇也满脸堆笑，说：“爸妈，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原谅我们年轻人不懂事吧。我们以后一定会好好孝顺你们二老的。你们看，我给你们买什么了？”我一看，有螃蟹、虾、鱼、鸡肉、猪肉各1箱，各种蔬菜和水果，还有几箱烟酒。这些东西把整个厨房都占了一大半。此时此景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毕竟是自己最亲的人啊。我定了定神，对儿子、儿媳说：“我知道你们工作忙，但是再忙也得回来看看父母啊。我们毕竟年龄大了，心里难免孤独，想去看你们，又腿脚不利索，可是又等不到你们来。”此时我看到儿子、儿媳妇的眼睛里也噙满了泪水，我相信那一定是他们悔恨的眼泪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打开手机，第一件事就是把之前发的那条朋友圈删了。我想从此，我和老伴也许要开始新的老年生活了吧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